它这个旋律这样缓慢的这样慢慢发展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旋律，让我们对那个音色多下点功夫。大家好，我以前常常跟我爸爸玩一个游戏，尤其是我们开车上路的时候，听那个收音机广播的这个古典音乐，听到陌生的音乐，不知道是哪个作曲家，就要猜，你猜这是哪一位？有一些古典派的很难区分，譬如像海顿、贝多芬、莫扎特，有时候他们的风格很像，也是有点互相学习的，所以有时候你猜不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他这些古典的那个作曲的这个方式、这个技巧，他通通能把握住，但是自己好像不是很出名的一个作曲家，那就很难猜。就像 Plyer，他出生在一个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镇，在1757年的时候，比莫扎特晚一年。他也成为海顿的学生，在海顿家从15岁开始在海顿家里住了几年，海顿也把他欣赏为最好的学生之一。后来他的事业发展到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法国，法国到英国，又回到巴黎，然后从那时候起就下半生差不多就是在巴黎过。他后来也入法国籍。那个人很有意思，我等一下再详细一点的介绍。那今天我想介绍他一个小奏鸣曲。那小奏鸣曲我很喜欢拿来当教材用，因为弹起来蛮舒服的，不是很难。那你还可以给这个初学的学生感觉说，这个古典音乐不是他想象中那么难弹的，所以弹起来也是很得意。我弹2个乐章，一般我都是先从第1乐章，然后第2乐章好像再稍微晚半年还是1年才教了。
第一乐章我觉得很好听，它这个旋律这样缓慢的这样慢慢发展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旋律，让我们对这个音色多下点功夫。长的音，我们曾经在莫扎特这个简易奏鸣曲第二乐章已经提到，长的音就很难把握，因为钢琴没办法把那个强的音慢慢再加强，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左手的这个支持啊，左手就慢慢坚强，慢慢坚强，你会觉得说，好像上面的音那个长的音也会慢慢加强。踏板也可以用，踏板也会让这个音好像有点比较饱满的这样好像开花一样这样出来了。还有就是说，你这个长笛音需要多一点重量。你要弹这个大声一点，你就需要手臂的这个力量哈。但是你如果稍微加一点重量，这个音就不会好像有点破掉，这种很刺啊，这种太强烈的啊。这个重量很重要啊，就会使这个音比较饱满的这种感觉。第二乐章让我想到说这个速度的问题。你选一个曲子的恰当的速度要怎么选？我觉得主要是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说哪一个速度是适合这个曲子本身。他这是写 Allegro 它是快板的，但是在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很多种 Allegro con brio、Allegro con fuoco、Allegro con spirito， 很多种都是要比较快的，所以你光写一个 Allegro 就不能说太快了，就是一般的速度。第二个选择比较重要，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弹得多快？你弹太快哈，你心脏跳哈，所以你按你的心跳哈，好像不能太快，会紧张。一紧张，你弹的效果应该是不会很好。还有就是说，你弹太快，好像有人会说话是很快，但是那个字还是很清楚的。那有人喜欢慢半拍，慢慢讲才慢慢讲得清楚。所以你太快啊，有时候会忽略一些细节，那个重音也没有办法把握得很好。重音很重要，因为重音它是这个对你这个整个这个形式啊，整个构造很重要。譬如你如果弹快，会很容易变这样的。会好听也是好听，但是有一些这个结构方面的比较重要的音会比较模糊。这么小一个旋律的这个16分音符，它包含着一点点这个盼望的这种心理。你弹太快，搞不好你没办法感觉到。所以速度不要选太快。我常常也是犯这个毛病，而且你好像越弹越顺，有点控制不住。所以你往往好像把那个速度，你选恰当的地方控制速度哈，把那个速度好像再稍微拉回来一点。像这么小的一个奏鸣曲，它有包含很多内容，弹起来也很有意思，很值得推荐。
我们常常听到音乐家这个生活的这个困难的事情啊，这些音乐家确实是为了作曲，为了创作这个他的艺术品，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好像这个 Player， 他没有那样子的，好像他碰到什么事情，他摸到什么变金子，作曲很顺畅，出版商自己开一个这个钢琴的这个工厂，自己做一些音乐的节目、音乐的组织，自己有一个音乐厅。所以你想想看，肖邦在他的音乐厅表演，还弹他的琴。肖邦蛮喜欢弹那个 Player 的琴，我们学校也有一台，有机会我带你们去介绍，这个也不错，非常的好。肖邦就是这台是我记得是1840年造的这个琴。还有 Player， 他也成家了啊，4个孩子啊，好像小孩子都是很有天分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啊 ，Player 好像没有过得很痛苦的这个日子。也许是因为这样子，他作曲很顺畅，好像很顺利的，我们觉得他的音乐听起来很轻松，就比较没有自己的这个风格，所以也许在这个表演台比较少出现。像这个小奏鸣曲，我找他的资料找不到，什么作品号码找不到。他写的曲子非常的多，像那个这个叫什么森福尼啊，就是交响曲，写了40几首，想想看。还有那个弦乐四重奏，他写了80几首。这个当时的这个弦乐四重奏是一个好像是一种模范的这个证明你很会作曲。海顿写了很多，莫扎特、贝多芬，你们可以慢慢去挖掘。他们这个弦乐四重奏非常的好，所以证明说 Player 他很行，什么都做得出来。后来 Player 在他晚年的时候，把所有的事业都交给他儿子、他的长子去做。他自己是一个小镇出来的，他后来就回到巴黎的乡下做农夫。所以你看他多么的幸福。那他虽然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名气的啊，但是这个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可以把他的音乐拿来自己弹得很轻松、愉快的，试试看。